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基本的责任。父母给了我们生命，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。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，父母就开始了一生的付出。喂奶换尿布，生病时守在床边，上学时接送，工作后牵挂。这些付出没有一天停止过。很多人长大后觉得自己可以独立了，不再需要父母了。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。父母对子女的恩情，不会因为子女长大而减少半分。佛经有云：父母与子有大增益，如补长养，随时将育，似大得成。这句话讲的是父母对孩子的恩情从怀孕时就开始了。母亲怀胎10月，承受身体的各种不适。孩子出生后，父母不分昼夜的照顾。孩子吃的每一口饭，穿的每一件衣，都来自父母的辛勤劳作。没有父母，就没有今天的我们。这份恩情比山高比海深。很多人在父母健在时不懂得珍惜，总觉得来日方长，以后有的是时间报答。等到父母老了、病了、走了，才追悔莫及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是人生最大的遗憾之一。赚钱可以等，事业可以等，但父母的年龄不等你。父母每老一天，能和你相处的时间就少一天。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，真正做到的人却不多。报答父母养育之恩，不是将来时，而是现在时。从现在这一刻开始，就要用行动表达对父母的爱和感恩。不需要等到发了财，不需要等到功成名就。父母要的不是你的钱，而是你的心。一句温暖的问候，一次耐心的倾听，一顿亲手做的饭菜，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对父母来说就是最大的安慰。欢迎来到卢叔讲经典，一句经典道尽人生，读懂变化，看清人生。时下很多人把孝顺挂在嘴边，却很少行动。你觉得孝顺父母最难做到的是什么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说说你的心里话。佛经中有一部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，专门讲述父母对子女的恩情。这部经文中讲到，父母有10种恩德：怀胎守护恩、临产受苦恩、生子忘忧恩、咽苦吐甘恩、回甘救失恩、哺乳养育恩、洗濯不净恩、远行意念恩、身家体恤恩、究竟怜悯恩。这10种恩德贯穿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的整个过程。每一种恩德都来自父母无数个日夜的操劳。怀胎守护恩讲的是母亲怀孕时的辛苦。胎儿在腹中，母亲行动不便，饮食不安，睡觉不稳。为了保护胎儿，母亲要避开各种危险和不利的环境。临产受苦恩讲的是生产时的痛苦。母亲冒着生命危险把孩子生下来，那种疼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生子忘忧恩讲的是孩子出生后，父母看到孩子健康，之前所有的痛苦和担忧都烟消云散。咽苦吐甘恩讲的是父母把好吃的留给孩子，自己吃差的。回甘救失恩讲的是孩子尿湿了床，父母把孩子放到干爽的地方，自己睡在湿的地方。这些恩德不是用嘴巴说说而已，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。很多人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，父母就应该这样做。这种想法让人变得麻木。父母没有义务为你做这一切，他们做是因为爱你。这份爱不求回报，不计代价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不能辜负这份爱。佛经有云：若人100年之中，右肩担父，左肩担母，于上大小便利，乃至急于疲极，然犹不能报父母1日之恩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即使一个人用100年的时间把父亲放在右肩，母亲放在左肩，肩膀上还沾着父母的排泄物，累到筋疲力尽，也报答不了父母1天的恩情。这句话听起来很极端，道理却很深刻。父母给的是生命本身，任何物质上的回报都无法与之对等。报答父母养育之恩有3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物质层面的供养。父母老了干不动了，需要子女提供衣食住行。
这个层次是最基础的，也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。给父母钱，给父母买东西，带父母看病，帮父母做家务，这些是做起来不难，难的是坚持做下去。很多人在父母年轻力壮时想不到这些，等到父母真的需要帮助了，又不耐烦。佛经有云：饭饲百千众生，不如饭饲一孝顺父母之人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供养成百上千的普通众生，不如供养一个孝顺父母的人。孝顺父母本身的功德就非常大，你给父母买一件衣服，比给陌生人买10件衣服的功德还要大。因为父母是你最亲近的恩田，在这块田里种下善因，收获的福报最大。第二个层次是精神层面的敬重。很多子女能给父母钱，却不能给父母好脸色，对父母说话不耐烦，嫌父母唠叨，嫌父母跟不上时代。这种态度比不给钱更伤父母的心。父母老了之后，最怕的不是没钱花，而是被子女嫌弃。他们希望被尊重，被需要，被重视。你的一句贴心话，比一叠钞票更让父母开心。精神层面的孝顺包括耐心倾听父母说话，哪怕他们说的都是老掉牙的事情。包括尊重父母的生活习惯，不要强行改变他们。包括经常陪父母聊聊天，不要只顾着看手机。包括记住父母的生日和重要日子，给他们一个惊喜。这些是不花钱，花的是心。用心去做，父母一定能感受到。第三个层次是引导父母接触正法。这个层次是最高层次的孝顺，也是很多人忽略的。父母终究会老去，会离开这个世界。物质上的供养只能解决眼前的问题，精神上的敬重只能让父母在世时开心。唯有引导父母接触佛法，了解生命的真相，才能帮助父母超越生死的恐惧。佛经有云：孝养父母，若得父母信敬三宝，是为大孝。真正的孝顺不只是让父母吃饱穿暖，还要让父母的内心得到安顿。很多老人到了晚年，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不好，而是对死亡的恐惧。如果子女能引导父母念佛、持咒，了解因果，放下执着，父母的晚年会过得更加安心。这份安心是任何物质条件都给不了的。报答父母养育之恩不能等。很多人总想着等我有钱了再孝顺父母，等我有时间了再陪父母。父母不会一直等下去。人生无常，今天还健康的父母，明天可能就生病；今天还能走路的父母，明天可能就卧床；今天还能说话的父母，明天可能就再也开不了口。趁父母还在，趁一切都还来得及，现在就开始行动。孝顺父母不需要做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从一件小事开始就好。今天给父母打个电话，问问他们吃了没有，天气凉了有没有加衣服。这个周末回家看看父母，帮他们做顿饭，陪他们散散步。父母生病时放下手头的事情，陪他们去医院。父母想吃什么的时候，不要说明天买，今天就买回来。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，积累起来就是大孝顺。父母对子女的要求其实很低，他们不指望你大富大贵，不指望你光宗耀祖，他们只希望你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偶尔想起他们，偶尔回去看看他们。你的一个微笑，一声爸妈，就能让他们高兴半天。这么低的门槛，没有理由做不到。做不到不是因为没有能力，而是因为没有用心。佛经有云：世间一切善男女，恩重父母如丘山。父母对子女的恩情像山一样重。我们这辈子能做人，能听闻佛法，能修行向善，都来自父母给了我们这个人身。没有父母，就没有我们的一切。报答父母就是报答生命的源头。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，说他信佛修行，没有人会相信。因为孝顺父母是最基本的做人道理，连这个都做不到，其他一切都是空谈。最后把这段话送给大家：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
趁父母还在，趁一切都还来得及，好好孝顺他们。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，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后悔莫及。孝顺父母不是给别人看的，是做给自己的心看的。你怎样对待你的父母，你的子女将来就会怎样对待你。这是因果，也是轮回。如果这一集对你有所提醒，欢迎订阅卢叔讲经典，并开启小铃铛，让经典的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再次出现。用经典照见人心，用时间验证智慧。我们下节课再见。